本期视频主要是来聊一聊港股的中国平安啊，这也是来自于咱们的之前的一个粉丝约稿，想看一下这只港股后期还有没有机会。当下我们是已经进入到这个第三浪这个上涨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梳理它现在运行在三浪哪一个结构当中了。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这里是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啊，也是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我们专注解析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走势，帮大家避开追涨杀跌的陷阱。欢迎大家关注、订阅、点赞。有看不准的品种也可以私信约稿，因平台的限制，更多的品种会第一时间放在社群更新，所以大家可以加微信了解会员权益和资格。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视频的一个主题。其实上一次我们在4月16号的时候，当时已经对于这个中国平安港股的整体大结构是做出了这个梳理，当时是给出的方向也是看涨，而且从视频公布之后，那大概价格当时是43，也是涨到了54，整体涨幅涨了11块钱啊，25%的这样一个涨幅。所以看到这个波浪理论它主要还是运用在这个波段当中，相对来说成功率是非常高的。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继续来更新这个中国平安。那关于大结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当时4月16号的这个视频，咱们现在就是研究运行到目前这个点位，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将时间我们调整到周线图，前期的下跌走势，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三波形态我们可以认为它是走了一个 ABC。 从这个低点，也就是24年的1月下旬开始，低点是 29.55， 它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新一轮的上涨周期新一轮的上涨周期。那这里我们首先还是先画一下黄金分割，看一下后期上方存在哪些关键的压力位。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轮从 29.55 涨到 59.80， 这波走势它是走了一个不规则的引导楔形，1 2 3 4 5，这个不规则的引导楔形可以合并为更大一个级别的整大一浪，也就是说一浪内部会走出了一个五波引导楔形。在这个五波引导楔形结束之后第二次探底它也是走出了一个很清晰的三波形态，最低点是见到了 39.60， 这里就是调整的二浪结构我们就用黑色去表示。那这个二浪结束之后市场必然会迎来一个三浪主升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从目前的整体走势来看这个三浪应该是没有走完应该是没有走完。后期三浪上行的上涨目标位最近的两个位置，一个是在 51% 线，另一个是在618。当然如果以上两个位置，尤其第二个位置突破的话，那可能后期还会看到 0.764 的这样一个压制。当然行情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这个点位是 66.70 75.50暂时我们这个中线波段就先看这两个位置先看这两个位置。那刚才也说了，既然当下我们是已经进入到这个第三浪这个上涨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梳理它现在运行在三浪哪一个结构当中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将时间调整到日线图。从日线图当前运行的一个结构来看，可能此次上涨的三浪一都没有涨完三浪一都没有涨完。这里存在两种预期，我们先说第一种，1 2 3 4 5，然后经过一次三波调整再继续往上走。那如果以这样紫色段的划分的话，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三浪一上方还有一定的空间，些许空间。后期三浪一结束会面临一个三浪二的调整，然后才会开始新一轮的三浪三的主升段。那这里如果是以这样的形式去划分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拉一下最近的这一波的黄金分割。可以看到下方的支撑大致是位于这个382到 50% 的位置，也就是51到 49.70 这个区域。这是一种相对较为乐观的走势相对较为乐观的一个走势。那上方后期整体上行的目标位也不会太远也不会有太远。
这里我们借用一下趋势线，它可能这个三浪一走势啊是一个引导楔形啊这样一个形态。那后期上方整体的压力位大致是在57、58左右的一个位置啊，57、58左右的位置，也就是这个趋势线压制的这个位置。所以这种形式如果出现的话，那么目前来看，它只存在于短线机会，就是从50附近到58啊，只有这个短线机会。因为毕竟你前面是已经错失掉从底部上涨起来的这波主波段了，那现在说白来看，短线来看只剩下一个幅度偏小的鱼尾行情，这是第一种预期。我们下来再说第二种预期。第二种预期，那就是说此次上涨的三浪一是在54.85，它已经结束了。那后期整体的向下的回撤就会比较深，下方后期会看到这个大致是 0.618 的位置，甚至于更深的位置它可能会跌到 0.764 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呢，也就是 45.40 到 43.20 这个区域。那整体的结构划分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三浪二的结束可能就要等一等，然后才会开始蓝色段的三浪三的上涨。那以上就是两种分析，虽然后期、中期都是继续往上看但是可能短期的这个回撤幅度不太一致，一个是在51到 49.70， 另外一个是在 45.40 到 43.20 才有机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等待市场的验证，看市场的 K 线会在哪一个区域、哪一个位置出现底分型和十字星。那因此整体来看，后期中国平安这只港股还是有机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这个时机的到来。好，本期咱们关于中国平安后期继续跟踪的这个视频到结束那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